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白敬亭终于不挨骂了。白敬亭上一次上热搜是因为什么？2024年末，一段来源不明的聊天记录截图在微博挂6个小时，白敬亭疑似出轨的词条冲上热搜第一，团队火速辟谣，评论区却罕见的没有一边倒。粉丝力挺，围观者冷嘲，反正明星的事说不清。再往前数几个月 ，CP 粉大战、演唱会风波，疑似内涵同行的片段被反复剪辑。这个从《匆匆那年》里走出来的清秀少年，形象早已不是当年国民初恋的模样。而今年暑期，白敬亭的名字重新出现在热搜上，这次是因为电影《特立独行》上映首周，豆瓣开分 7.4， 暑期档喜剧排名靠前。评论区写道：“白敬亭终于不挨骂了。”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夸奖，细想又有点心酸。一个演员的及格线，什么时候变成不被骂了？国产祖国人，喜剧外壳下的讽刺靶心。特立独行的故事并不复杂。主人公是一个拥有超能力的普通人，起初想像传统超级英雄那样隐藏身份，行侠仗义，但很快发现在这个流量时代，超能力不是武器，是流量密码。他开始包装自己，直播带货，接代言，和资本对赌。讽刺的是，当他真正成为超级 IP 之后，反而失去了最初那点朴素的正义感。观众很容易联想到黑袍纠察队里的祖国人，外表光鲜，内里空洞的超英偶像。特立独行没有照搬这个设定，而是把直播打赏、粉丝控评、品牌联名这些中国互联网特有的玩法精准嵌入叙事。有观众在影评里写道，看完觉得这编剧肯定天天刷抖音。作为喜剧，笑点密度不低，但笑完之后留下一层薄薄的凉意。那种被流量裹挟而不自知的恐惧，恰恰是当下都市人最真实的焦虑。影片没有给出解决方案，只是把这个问题用荒诞的方式摆上台。从端着到放下，白敬亭的表演松弛了。白敬亭的演技长期被评价为用力过猛偶像演员转型时特有的紧绷感。太想证明自己会演戏，反而让表演失去了呼吸。特立独行里，这个情况有了变化。方野这个角色有点怂，有点贪小便宜，关键时刻又莫名其妙有底线。白敬亭在这部戏里第一次让观众觉得他不是在演一个角色，而是在成为这个人。有几场戏的微表情处理相当细腻，发现自己被资本利用时，那一瞬间的眼神不是愤怒，是茫然，茫然之后才是苦笑。这个层次感在他过往角色里是罕见的。当然，这不是说他完成了什么惊天突破，他的喜剧节奏感依然有提升空间。有几场群戏反应速度明显慢半拍，笑点爆发力打了折扣，但和过去相比，这已经是一次值得记录的变化。7.4 分背后的2级评价，豆瓣7.4分，特立独行交出了一份不算难看但也谈不上惊艳的成绩单。支持者的论点集中，讽刺精准，笑点不低级，难得见到有表达的国产商业喜剧。有影评人写道，他没有选择把超英题材好莱坞化，而是老老实实的拍了一个中国故事，这点诚意值1颗星。批评者的声音同样有力，最大质疑，讽刺够犀利，但深度停留在表面。影片点到为止的批判，最终被大团圆结局消解，主人公的觉醒来得太轻易，戏剧张力在最后半小时几乎全部卸掉。他指出了问题，但不敢真正得罪任何人。这条评论获得了超过2000个点赞。
有趣的分歧出现在粉丝和普通观众之间。粉丝认为白敬亭贡献了生涯最佳表演，路人觉得他的表演虽有进步，但还不足以撑起整部电影的核心竞争力。这两种判断都是真实的，也都是片面的。他是怎么一步步塌的？第一阶段，人设崩塌，努力上进清冷少年的标签被反复营销。当努力和资源好之间的矛盾被放大，他很快成为人设营销过头的代表。第二阶段，粉丝行为反噬。2023年开始，部分粉丝群体与多个艺人粉丝发生冲突，白敬亭粉丝多次成为微博词条。粉丝行为偶像买单，这在流量逻辑里是残酷但真实的规则。第三阶段，路人缘持续流失，综艺片段被剪成短视频传播，情商低爱耍小聪明的印象逐渐固化。特立独行之所以成为转折点，因为他绕开了这些问题。当白敬亭以演员身份出现而不是综艺咖或流量偶像时，观众的评判标准变了，他不需要讨人喜欢，只需要演得真实。暑期档喜剧赛道为什么今年格外急？同档期有《年会不能停2》和《疯狂的外星人2》两部续作虎视眈眈。特立独行能在这个竞争格局里拿到 7.4 分，本身就是一种胜利。今年暑期档喜剧赛道的内卷有目共睹，热辣滚烫用情绪价值破圈，走走停停用文艺腔搏出一片天，特立独行压住讽刺超英赛道。每一部都在寻找自己的不可替代性。一部电影能翻盘吗？回到最初的问题，白敬亭能靠特立独行彻底翻盘吗？答案是不能。只看这一部，口碑修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一部电影的成功可以打开一扇门，但并不能保证这条路一直走下去。他接下来选择什么剧本，跟什么团队合作，才是真正决定他能走多远的关键。但换个角度说，特立独行确实是个好开始。它证明了一件事：观众对白敬亭的审视还在，但这种审视已经开始松动。当一个演员重新被当作演员来评价，而不是被当作舆论事件的主角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珍视的位置。翻盘从来不是一瞬间的事，它是一次次选择积累起来的质变。这一次，白敬亭押对了，但下一张牌才真正考验他。